前两集我们讲了女娲补天剩下一块石头，想到人间去历劫啊，但是石头去了人间要变成谁呢？它跟林黛玉、贾宝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今天这一集设定集终于进入了高潮，宝黛的前世姻缘正式揭晓。不过这个曹雪芹特别狡猾，他不直接告诉我们，而是让一个叫甄士隐的人做了个梦啊，在梦里他偷听一僧一道的谈话，才把这一段交代了出来。甄士隐谐音真的事情隐去，意思就是真实的故事隐藏起来啊。他就像个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吃瓜群众，替我们听到了《红楼梦》最核心的设定。来，跟着字幕，咱们一起进入甄士隐的梦境。出则记名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有城曰昌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人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，人皆呼作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名费，字士隐，嫡妻封氏，性情贤淑，深明礼义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因这甄士隐秉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日只以观花修竹、浊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，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唤作英莲，年方3岁。一日檐下永昼，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卷抛书，伏击少气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，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只听那道人问道：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啊？那僧笑道：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，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那道人说道：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立誓去不成，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啊？那僧笑道：此事说来好笑啊，竟是那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那西方灵河岸上3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使得久延岁月，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去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。饥则食蜜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稠海为汤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恰近日这神瑛侍者繁星偶炽，趁此昌明太平盛世，意欲下凡造历换元，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行未尝，趁此倒可了结。那绛珠仙子说道：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，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了多少风流冤家来，陪他们去了结此案的。那道人说道：果是罕闻呐，实未闻还有还泪之说呀。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故事更加琐碎细腻了。那僧道：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是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数计呀。再者，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就是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将儿女之真情发现一二啊。想这一干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、咸鱼不孝者，悉与前人传世不同矣。那道人道：趁此，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呀？那僧道：正合吾意，
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蠢物交割清楚。待这一干风流越轨下事已完，你我再去。如今虽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道人道：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却说那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，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二仙师请了。那僧人也忙打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试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是罕闻者，但弟子愚拙，不能洞悉明白。若蒙大开吃完，背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醒，亦可免沉沦之苦啊。二仙笑道：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，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士隐听了不便再问，因笑道：玄机不可预泄，但是云蠢物不知为何呀？或可一见否啊？那僧说道：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说着取出递与士隐。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的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通灵宝玉4个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以道换境，便强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经过一大石牌坊，上书4个大字，乃是太虚幻境。两边又有一副对联，道是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无为有处，有还无。这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又见奶母正抱着英莲走来，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，抱在怀内，逗她玩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，看她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那僧则是赖头显脚，那道则是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即是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大哭起来，又向士隐道：施主啊，你把这有命无运、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中作甚呢？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可那僧还说：舍我吧，舍我吧。这士隐不耐烦了，便抱女儿侧身要进去。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4句言辞道：哈哈哈哈哈，娇生惯养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丝丝，好房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这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来历。只听道人说道：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吧。3节后，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消耗。那僧道：哈哈哈，最妙最妙。说罢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踪影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2个人必有来历，该是一问呢。可如今悔却晚也。好，原文演播完了。这一段是《红楼梦》设定集的高潮，信息量爆炸啊！咱们一层层的剥开。首先，甄士隐他是设定集的观众席第1排。曹雪芹太聪明了，他不直接告诉我们宝黛的前世，而是让甄士隐在梦里偷听。甄士隐就像个吃瓜群众，替我们坐在了第1排，听到了一僧一道的神仙对话。但是神仙说啊，此乃玄机不可预泄。甄士隐想问清楚，人家不告诉他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像您追剧啊，片头刚放出来核心设定，弹幕说前方高能，然后画面直接断了。曹雪芹这是故意吊您胃口啊。然后绛珠还泪，这个全书最浪漫的设定啊，没有之一。终于揭晓了林黛玉为什么总哭，因为她上辈子欠了宝玉的眼泪。
逻辑是这样的啊，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草啊，它快枯死了。然后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啊，每天用甘露浇灌它，这个草才活下来。后来呢，这个草呢修炼成了人形，变成了绛珠仙子啊。神瑛侍者因为有工作调动啊，他要下凡去了。那么绛珠仙子说了，那他灌溉我之恩，我也无以为报啊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要下世为人，我把我一生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了吧。您品品这个设定，它不是还金银，不是还性命，它是还眼泪啊。这太中国了，太诗意了。中国人的情感是含蓄的，眼泪是情的载体。林黛玉的眼泪不是软弱，是还债，是报恩，所以她的哭每一滴都有来由啊。所以神瑛侍者呢，就是这个贾宝玉，那么通灵宝玉呢，就是那块石头啊。注意这里的对应关系啊，神瑛侍者是贾宝玉的前世，那么绛珠草是林黛玉的前世，那块石头呢，它变成了什么呢？石头变成了通灵宝玉，就是被一僧一道带来的蠢物，他夹在神瑛侍者的嘴里，跟着一起下凡了。所以贾宝玉出生时才衔玉而生，玉是石头变的，人是神瑛侍者变的，玉和人是一体的，但又各自独立啊。这解释了为什么贾宝玉摔玉的时候那么痛苦，他在摔他自己的命根子呀。然后咱们再回头看这可爱的一僧一道啊，从神话到现实，他们像个快递员一样啊。这一段一僧一道有两个形态，大家记得吗？之前说过，在梦里是仙风道骨、谈玄论道，但是在现实中呢，叫赖头显脚、跛足蓬头、疯疯癫癫啊。这反差特别有意思。神仙下凡也要接地气啊，不能西装革履啊，得装成叫花子才符合人间的逻辑啊。他们不仅安排了石头下凡，还安排了宝黛相会，甚至预言了英莲的命运。这一僧一道是贯穿全书的 NPC， 后面还会多次出现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英莲的伏笔啊，四句诗就是他的命运判决书。这个赖头和尚看到了英莲，他就大哭了啊，说他是有命无运，累积爹娘之物。然后念了四句诗，叫娇生惯养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丝丝，好房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这是整部《红楼梦》第一个命运预言。菱花对雪，菱花是英莲啊，她后来改名叫香菱。那么雪就是薛蟠，就是薛家，意思就是英莲会被薛蟠抢走。那么元宵后烟消火灭，元宵节英莲被拐了，甄家被火烧了，甄士隐家破人亡。所以英莲谐音应该可怜，这个英莲这两个字，他的一生确实是值得可怜。这四句诗在故事开头就埋好了悲剧的引线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太虚幻境的对联啊，全书哲学总纲：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这14个字是《红楼梦》的哲学密码。甄士隐想跟进去看，结果一声霹雳醒了，凡人无法入仙境，只能看到对联的表象。那么这对联什么意思？当您把假的当成真的，真的也就成了假的；当您把无当成了有，有也成了无。这是曹雪芹在提醒你，下面这个故事是梦是幻，是真是假，您得自己分辨。所以您发现没有，曹雪芹的叙事3层特别牛啊。最外层是神话啊，女娲补天；中间是仙话，灵河岸上三生石；最内层是现实啊，姑苏昌门甄士隐。3层，一层套一层，从虚无到具体，从洪荒到江南，而且地名全是谐音梗啊，谐音梗又来了，十里街啊，势利街。人倾向啊，人情向。那么葫芦庙的是糊涂庙，甄士隐把甄士隐去，贾雨村把贾雨留存。曹雪芹在告诉你，我讲的是假话，但是假话里有真事儿。所以今天我们终于破解了《红楼梦》最核心的设定啊，宝玉是神瑛侍者，黛玉是绛珠草，石头是通灵宝玉。林黛玉的眼泪是还前世的灌溉之恩，所以她的眼泪只为宝玉流。这奠定了全书的木石前盟的感情基础。
那么下一回我们从梦境回到现实，甄士隐家破人亡了，那么贾雨村登场了。从这开始，设定集正式结束，正片要开始了，我们敬请期待。